林女士，这是今晚的账单，总计25万，请问您是现金还是刷卡？酒店经理恭敬地将账单递到我面前，脸上带着职业性的微笑。我接过那张印着明月轩酒店标志的账单，看了看空荡荡的宴会厅。刚才还热闹非凡的会场，现在只剩下凌乱的餐桌和掉落的花瓣。婆婆王慧芳早就带着装满红包的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张浩站在我身边，松了松领带，理所当然地说：“老婆，你先把账结了吧。”我看着那张25万的账单，上面密密麻麻的费用明细在灯光下显得格外刺眼，突然笑了。我没钱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回想起3个月前，我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会走到今天这一步。那时候我刚从上一家公司辞职，在朋友的介绍下进了一家小公司做会计工作，薪水不高，但工作相对轻松。我想着先稳定一段时间再做打算。就是在那个时候，我的大学室友小文说要给我介绍对象。萌萌，我给你介绍个人，条件特别好。小文在电话里兴奋地说，他叫张浩，做生意的，人很老实，特别适合结婚。我当时其实不太想谈恋爱，毕竟刚换工作，还想专心事业。但小文说的天花乱坠，说张浩家里条件不错，父母都是退休工人，人品也很好，最重要的是他很专一，谈过的女朋友都很少，就是想找个踏实过日子的。小文极力推荐，架不住他的软磨硬泡，我答应见一面。第一次见面是在一家咖啡厅，张浩准时到达，穿着一件深蓝色的休闲西装，看起来确实很斯文。他中等身材，戴着一副金丝眼镜，说话声音很温和。你好，我是张浩。他起身和我握手，手心有些湿润，显然有点紧张。我们聊了2个小时，他说自己是做电子产品代理的，有个小公司，生意还算稳定。我不是那种特别会花言巧语的人，但我很真诚。张浩看着我的眼睛说，我觉得2个人在一起，最重要的是彼此信任。我对他的第一印象还不错，觉得确实是个老实人。接下来的2个月，我们开始正式交往。张浩很会关心人，每天都会给我发早安和晚安的信息，周末也会陪我逛街看电影。他说话做事都很体贴，从来不会让我花钱，每次约会都是他买单。男人就应该保护女人，让女人花钱是我的失职。他总是这样说，我被他的温柔体贴感动，觉得找到了一个可以托付终身的人。交往2个月后的一个周末，张浩突然说要带我见他的父母。萌萌，我想让我爸妈见见你。他有些紧张地说，我跟他们提过你，他们都很期待。我有些意外，这么快就见家长？我们才交往2个月。张浩握住我的手，萌萌，我是认真的，我想娶你，不想再等了。他的话让我很感动，虽然觉得时间有点快，但还是答应了。见家长那天，我特意买了新衣服，还准备了礼品。张浩家住在一个老旧的小区里，楼房有些年头了，但周围环境还算整洁。爬到4楼，张浩掏出钥匙开门，爸妈，我们回来了。他在门口大声喊道。房子不大，大概80平米，但收拾得很干净。客厅里摆着一套深红色的真皮沙发，茶几上放着水果和瓜子。张浩的父亲张建国是个沉默寡言的男人，50多岁，头发已经花白。他见到我只是点了点头，表情有些拘谨。爸爸好，我主动打招呼，把准备的礼品递给他。
张建国接过礼品，嘴角动了动，想说什么，但最终还是没说出来。婆婆王慧芳就完全不一样了，热情的有些过头。她大概48、9岁，身材微胖，烫着卷发，穿着一件花色的连衣裙。哎呀，萌萌来了！她一把拉住我的手，上下打量着，长得真漂亮，比照片上还好看呢。我被她夸得有些不好意思。阿姨您过奖了。什么阿姨？叫妈。王慧芳拉着我坐到沙发上。萌萌啊，我一看你就知道是个好孩子，有福相。她的热情让我觉得很温暖，心想遇到这样的婆婆确实是福气。我们浩子眼光真不错，能找到你这样的媳妇。王慧芳继续夸赞，我就说嘛，我儿子这么优秀，肯定能找到好媳妇。张浩在旁边有些不好意思，妈，您别这么说，萌萌会不好意思的。王慧芳摆摆手，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该夸就得夸嘛。我们聊了一会儿家常，气氛很融洽。王慧芳问了我的工作、家庭情况，还有兴趣爱好，显得很关心。就在我以为这次见面会很顺利的时候，王慧芳突然话锋一转，萌萌啊，既然你和浩子都有意思，那我们也得谈谈实际的问题。他的表情变得严肃起来，我心里咯噔一下，不知道他要说什么。结婚嘛，总得给点彩礼，这是规矩。王慧芳直截了当地说。我愣了一下，没想到他这么直接就谈钱的事情。张浩在旁边有些尴尬，妈，这个以后再说吧。王慧芳却不以为然，这有什么好以后的，早晚都要谈，早说早明白。他看着我，萌萌，你别介意，我这人说话比较直，但心肠好。彩礼这事儿吧，我们家也不会亏待你的，该给的一分不少。我当时觉得他说话确实很实在，虽然有些突然，但至少不是那种拐弯抹角的人。阿姨，您说的对，有什么事情确实应该说清楚。我点点头。王慧芳听了很满意，萌萌真是个明事理的孩子，我就喜欢这样的。那次见面总体来说还算成功，虽然王慧芳提到了彩礼的事情，但她说的不过分，我觉得可以接受。张浩送我回家的路上，特意为他母亲的直接道了歉。萌萌，我妈就是这个性格，说话直了点，但她没有恶意。她握着我的手说。我点点头，我理解，阿姨是为了你好，你这样想我就放心了。张浩松了口气，其实我妈心肠特别好，只是有时候说话不太会拐弯。又过了1个月，张浩正式向我求婚了。那天是周末，他说要带我去一个特别的地方。我们来到市里最高的那栋写字楼的顶层餐厅，可以俯瞰整个城市的夜景。餐厅装修得很浪漫，到处都是鲜花和蜡烛。正当我沉浸在美景中的时候，张浩突然站起身来，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盒子，在所有人的注目下单膝跪地。萌萌，嫁给我吧。他打开盒子，里面是一枚闪闪发光的钻戒。餐厅里的其他客人都停下了用餐，看着我们这边，有人开始鼓掌，有人拿出手机拍照。我被这突如其来的浪漫惊呆了，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。我愿意，我点头答应了。张浩激动地站起来，为我戴上戒指，然后紧紧抱住了我。餐厅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。那一刻，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。求婚成功的第2天，王慧芳就迫不及待地打电话给我。萌萌啊，听浩子说你们昨天求婚了。他在电话里的声音很兴奋。是的，妈，我现在已经改口叫他妈了。太好了，我就知道你们有缘分。王慧芳高兴得不得了。那我们得赶紧准备婚礼了。我有些意外，这么着急？当然着急啊，好事不宜迟嘛。
王慧芳说，而且我已经看好日子了，下个月18号是黄道吉日，特别适合结婚。1个月的准备时间确实有些紧张，但既然长辈都这么说了，我也不好反对。接下来的几天，王慧芳就开始张罗婚礼的事情。她打电话约我见面，说要商量婚礼的具体安排。我们在一家茶楼见面，王慧芳已经准备了一堆资料。萌，我想在明月轩酒店办婚礼。她拿出酒店的宣传册，你看这里，5星级的，档次够高，有面子。我翻看着宣传册，明月轩确实很豪华，但价格肯定也不便宜。妈，这里会不会太贵了？我有些担心。王慧芳摆摆手，贵什么贵？结婚是一辈子的大事，当然要办得风风光光的。她指着宣传册上的照片，你看这个宴会厅，能容纳30桌，装修得多气派，而且明月轩的菜品也是一流的。来参加婚礼的客人都会觉得我们家有诚意。王慧芳继续说服我，我还是有些犹豫。那费用大概要多少？一桌大概2500左右，30桌的话，加上酒水、服务费什么的，总共应该在20多万。王慧芳算了算，20多万，这个数字让我倒吸一口凉气。王慧芳看出了我的担心，萌，你别担心费用的问题，婚礼嘛，收的礼金肯定不少，够用的。她拍拍我的手，我办过这么多年婚礼，还能不知道行情？来30桌客人，按每桌平均1万的礼金算，怎么也能收30万，除去婚礼费用，还能剩下不少呢。王慧芳笑得很灿烂，听她这么分析，我觉得确实有道理，就同意了在明月轩办婚礼。接下来的日子，王慧芳表现得特别积极，什么事情都要亲自过问。她陪我选婚纱，要求必须选最漂亮的。萌，这件不行，太素了。她在婚纱店里挑拣拣，结婚就得穿得隆重一点。最后选的那件婚纱价格不菲，但王慧芳坚持说值得。酒席的菜单也是她定的，说要选最好的菜，什么鲍鱼、海参、松茸牛排都要上。她对酒店的经理说，我们可不是那种小气的人家，连婚礼司仪都是他找的，说要找最专业的。我看着他为我们的婚礼忙前忙后，心里很感动。妈，您辛苦了，我感激地说。王慧芳笑着摆手，辛苦什么，都是应该的。你马上就是我们家的人了，我当然要对你好。张浩也经常夸他的母亲，萌，你看我妈多用心，比我这个儿子还上心呢。我当时真的觉得自己很幸运，有个疼我的老公，还有个把我当亲女儿的婆婆。婚礼前1周，王慧芳约我单独见面，说有重要的事情要商量。我们在她家里谈话。张建国出去遛弯了，家里只有我们2个。萌啊，婚礼的准备工作基本都差不多了。王慧芳给我倒了杯茶，但有个事情我们必须提前说清楚。我放下茶杯，认真听她说，就是关于礼金的问题。王慧芳的表情变得严肃起来。按我们张家的传统，礼金要由长辈来保管。我有些不解，为什么要长辈保管？王慧芳解释道，你们年轻人嘛，花钱大手大脚的，不懂得规划，这么一大笔钱交给你们，很快就花光了。我来保管的话，可以帮你们合理安排，该花的时候花，该存的时候存。他说的很有道理。我想了想，觉得他说的确实有道理，而且都是一家人了，谁管钱都一样。好的，妈，就按您说的办。我点头答应了。王慧芳听了我的话，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。萌真是个懂事的孩子，我就知道你会理解的。她继续说，还有啊，婚礼当天你们肯定很忙，
收礼金这种事情就交给我来做，我有经验，知道怎么处理。我点点头，那就辛苦您了，不辛苦都是应该的。王慧芳拍拍我的手，我们张家的媳妇，我当然要好好照顾。那一刻，我真的被她的话感动了，觉得自己找到了一个好婆婆。婚礼的日子终于到了，那天早上6点我就起床了，化妆师早早地来到酒店为我化妆。镜子里的自己穿着洁白的婚纱，头戴水晶皇冠，真的像个公主一样。张浩穿着笔挺的黑色西装，打着银白色的领带，看起来英俊极了。老婆，你今天美得不像话。他看着我，眼中满是爱意。我被他夸得脸红了。你也很帅。明月轩酒店今天被装饰得像个童话世界，到处都是鲜花和拉花。宴会厅的舞台上铺着红地毯，两边摆满了香槟色的玫瑰。客人们陆陆续续到达，有我的同事朋友，也有张浩家的亲戚朋友。我粗略数了一下，确实来了差不多30桌人。婚礼正式开始了，司仪的声音通过音响传遍整个会场。各位来宾，欢迎大家参加张浩先生和苏萌女士的婚礼。我和张浩手挽手走上舞台，接受大家的祝福。台下的客人们都很感动，不少人都拿出手机拍照录像。我们在台上交换戒指，相互宣誓，整个过程都很顺利。司仪说得很煽情，我们俩都被感动得流下了眼泪。现在请新郎新娘接受大家的祝福。司仪宣布，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，客人们纷纷起立鼓掌。那一刻，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。婚礼进行到敬酒环节，我和张浩开始一桌一桌的敬酒。每到一桌，客人们都会举杯祝贺，然后拿出准备好的红包，新婚快乐，百年好合，大家纷纷送上祝福。我注意到王慧芳一直跟在我们身后，专门负责收红包。她手里拿着一个红色的绸缎袋子，每收到一个红包就小心翼翼地放进去。有时候她还会掂一掂红包的重量，根据手感判断里面钱的多少，脸上的表情也会随之变化。遇到厚一点的红包，她就会露出满意的笑容；遇到薄一点的，她就会皱一下眉头。萌萌，你们张家真有福气，这红包收的不少啊。我的一个同事小声对我说，我笑着点点头，心里也很高兴。红包多说明大家对我们的祝福深，这是好事情。敬酒用了将近2个小时才结束，我和张浩都有些累了。回到主桌休息的时候，王慧芳也回来了，手里的红袋子已经鼓鼓囊囊的。今天收的怎么样？张浩好奇地问。王慧芳压低声音说，不错，比我预想的还要好。粗略算一下，应该有32万左右。32万，我听了都有些惊讶，没想到我们的婚礼能收到这么多礼金。张浩也很兴奋，真的吗？这么多？王慧芳得意地点点头。那当然，你们看来的都是什么人？不是亲戚就是朋友，能不给厚礼吗？我心里很感动，没想到亲朋好友们对我们这么用心。这些钱对我们这样的年轻人来说，真的是一笔不小的财富。我们可以用这笔钱做很多事情，比如付房子的首付，或者作为创业的启动资金。婚礼一直持续到晚上9点才结束，客人们陆陆续续离开了。会场里只剩下我们家的人在收拾东西。王慧芳紧紧抱着那个装满红包的袋子，脸上一直保持着满意的笑容。今天真是个好日子，她高兴地说。萌萌，你今天表现得特别好，很有新娘子的风范。我被她夸得有些不好意思。谢谢妈。好了，时间不早了，你们也累了，
早点回去休息吧。”王慧芳说道。“明天我把礼金仔细整理一下，到时候告诉你们具体的数目。”我点点头，跟着张浩准备离开酒店。就在我们走到大堂准备出门的时候，酒店的经理匆匆追了出来：“张先生，张太太，请等一下。”经理小跑着追上我们，脸上带着歉意的笑容。张浩停下脚步：“有什么事吗？”经理有些不好意思地搓搓手：“是这样的，今天的婚宴费用还没有结清，还有一部分尾款需要处理。”张浩愣了一下：“不是说好了今天结清的吗？”经理点点头：“是的，但是王女士刚才说让明天再来结账，说今天太累了，想先回去休息。”我回头看了看，发现王慧芳已经快步走出了酒店大门，正在路边招手叫出租车。张浩有些尴尬：“那个，我妈确实可能累了，明天我们再来结账，可以吗？”经理为难地说：“这个，按照我们酒店的规定，当天的消费必须当天结清，这是为了避免后续的麻烦。”我们只好跟着经理回到酒店里处理账单的事情。经理把我们带到了酒店的财务室，这是一个不大的房间，里面摆着几张办公桌和文件柜。财务经理是个戴着眼镜的中年女性，她已经准备好了详细的账单，这是今天婚宴的所有费用明细。她把一份打印好的账单递给我们，我接过账单仔细看了看，酒席费用18万，包括30桌的菜品费用，酒水费用4万，主要是红酒、白酒和各种饮料。服务费2万，包括服务员的小费和各种杂项费用。装饰费1万，包括鲜花、拉花和舞台布置，总计25万整。这个数字和王慧芳之前估算的差不多。在我的预料之中，张浩也看了一遍账单，这个价格是对的，没有问题。财务经理点点头：“是的，所有的费用都是按照合同来计算的，没有任何额外收费。”他看着我们：“那么请问是现金支付还是刷卡？”张浩看了看我：“萌萌，你先垫一下吧，我身上的现金不够。”我有些意外，为什么是我垫？张浩解释道：“我妈刚才带着礼金走了，我身上确实没有这么多现金，你先用你的卡刷一下，回头我们再算。”我更加困惑了，那礼金呢？不是有32万吗？用礼金结账不是正好吗？张浩摇摇头：“萌萌，礼金是不能动的。”为什么不能动？我不解地问。这是我们张家的规矩，礼金由长辈保管，不能随便花。张浩说得很理所当然，我感觉自己的脑子有点转不过来。什么意思？礼金不能花，但婚礼的费用要我来付？张浩点点头：“是啊，你不是有工作有收入吗？这点钱对你来说应该不是问题。”我彻底愣住了。32万的礼金他们要拿走，说是张家的规矩不能动。25万的婚礼费用要我来承担，说是我有收入没问题。这等于是王慧芳净赚32万，我还要倒贴25万。财务经理在旁边等着，不时看看手表：“二位，我们财务室9点半就要下班了，能尽快处理一下吗？”我心里很不舒服，但又不想在外人面前和张浩争吵。正当我犹豫着要不要拿出银行卡的时候，我的手机突然响了，是王慧芳打来的。我接起电话：“喂，妈。”王慧芳的声音从电话里传来：“萌萌啊，你们的账结了吗？”“还没有，我们在财务室呢。”我说：“那你们快点啊，别让人家经理等着。”王慧芳在电话里催促道：“这是我们张家的传统，新媳妇要表示诚意。”她停顿了一下，然后用一种理所当然的语气说：“再说了，
今天收的礼金都是客人们冲着我们张家来的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一个外人，凭什么动我们张家的钱？”这句话就像一记耳光，狠狠地打在我脸上。外人，我已经是张浩的妻子了，在他眼里竟然还是外人。我挂了电话，看着张浩：“你妈说得很清楚，礼金跟我没关系，因为我是外人。”张浩有些尴尬：“萌萌，我妈不是那个意思，不是那个意思是什么意思？”我打断他，他说得很明白，礼金是你们张家的，我一个外人不能动。那既然我是外人，这个账单也跟我没关系。张浩被我的话堵得说不出话来。财务经理看我们在争吵，显得很无奈。那个，二位，这个账单到底谁来结？我站起身来，看着财务经理，我没钱，这个账我不结，我宁愿赖账。财务经理愣住了。张太太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我平静地说，意思就是我不会付这个钱。张浩急了，萌萌，你别任性，这个账总要有人结的。我甩开他想要拉我的手，那就让收了32万礼金的人来结。财务经理看我们僵持不下，有些为难。那个，如果今天不能结清账单，我们只能按照规定处理了。什么规定？张浩紧张地问。报警处理。财务经理答道。张浩听到报警2个字，脸色一下子变得很难看。他赶紧给王慧芳打电话求救。妈，你快回来，萌萌不肯结账。张浩在电话里焦急地说。电话那头传来王慧芳震惊的声音：什么？他不结账？对，他说要报警。张浩的声音都有些颤抖了。电话里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传来王慧芳急促的声音：你等着，我马上回来。挂了电话，张浩看着我，眼中带着恳求：萌萌，你就先把账结了，回去我们再慢慢商量，好吗？我摇摇头，不可能。10分钟后，王慧芳气喘吁吁地跑回了酒店，她的头发有些凌乱，脸上还有汗珠，显然是一路小跑过来的。苏萌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她一进财务室就质问我，语气很不友善。我平静地看着她，我不想干什么，我只是不想付这个账。王慧芳气得脸都红了。凭什么不付？这是你们的婚礼，当然要你们付账，凭什么要我付？我反问道。你刚才在电话里说得很清楚，礼金是你们张家的，跟我这个外人没关系，那账单也应该张家付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王慧芳被我的话噎住了，一时间说不出话来。张浩在旁边劝道：妈，要不您来付吧。王慧芳犹豫了，25万对他来说也不是小数目，如果他付了这笔钱，那从礼金里能拿到的就少了很多。他拿出手机准备转账，但手在发抖，操作了半天，最后还是放下了手机。萌萌，你看这样行不行？王慧芳换了个口气，试图协商。你先把账结了，回头我从礼金里补给你。我毫不犹豫地摇头，不行，我不相信你。王慧芳被我的直接给气到了。苏萌，你别太过分了。我看着他，过分的是谁？明明收了32万礼金，却要让我掏25万买单，这叫过分吗？王慧芳被我说得哑口无言。财务经理看时间越来越晚，催促道：几位，我们真的要下班了，这个账到底怎么处理？看着母子俩为难的样子，我突然有种报复的快感，让他们也尝尝被逼迫的滋味。王慧芳看了看张浩，又看了看财务经理，最后咬咬牙说：好，我付。他重新拿起手机，这次真的开始转账了。看着他心疼的样子，我心里反而很痛快。财务经理收到转账后，脸上露出了笑容。好的，账已经结清了，谢谢您。王慧芳的脸色铁青。
恶狠狠地瞪着我。苏萌，现在满意了吧？我点点头，满意了。王慧芳以为事情结束了，松了一口气，但我接下来的话让她彻底懵了。账是结了，但我要离婚。我的话在财务室里炸响，王慧芳和张浩都愣住了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王慧芳尖声叫道，声音在小房间里显得格外刺耳。我平静地重复了一遍，我说我要离婚。张浩的脸瞬间变得惨白。萌萌，我们刚结婚，你不能这样。我看着他，为什么不能？难道你还能强迫我吗？财务经理被我们突如其来的家庭矛盾搞得不知所措。他小心翼翼地说，那个，我先出去一下，你们慢慢谈。说完他就逃也似的离开了财务室。王慧芳缓过神来，愤怒地指着我，苏萌，你以为离婚是儿戏吗？说离就离。我看着他，为什么不能离？这是我的自由。张浩急得团团转。萌萌，你听我解释，刚才的事情我们可以重新商量。我摇头，没什么好商量的，我已经想得很清楚了。王慧芳还在试图挽救。萌萌，你别冲动，有什么矛盾我们坐下来好好谈。我看着这对慌张的母子，心里反而很平静。你们以为这只是钱的问题吗？那是什么问题？张浩急切地问。我站起身来，是人品的问题，是价值观的问题。王慧芳不解，什么人品问题？我们哪里对不起你了？我冷笑一声，从一开始你们就没把我当家人看待。胡说！王慧芳反驳，我们怎么没把你当家人？真的吗？我看着他，那你们知道我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吗？张浩愣了一下，会计啊？你不是说你做会计的吗？我从包里拿出一张名片，放在桌子上，看清楚了。母子俩凑过来看名片，脸色瞬间变了。名片上清楚地印着苏萌，某某律师事务所，专业律师，擅长婚姻家庭法律师。张浩结结巴巴地说，你怎么没告诉过我你是律师？我收回名片，因为我想看看你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。现在我看清了。王慧芳拿着名片的手在发抖。你一直在骗我们。我摇头，我没有骗你们，我只是没有说出全部的真相，就像你们没有告诉我你们的真实目的一样。我继续说道。张浩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。萌萌，你听我解释。我摆手制止他，不用解释了，我什么都明白了。我看着他们，从法律角度来说，今天收的礼金应该属于夫妻共同财产，而婚礼费用按照一般的理解应该由双方共同承担，或者按照事先的约定来分配。王慧芳和张浩听了我的话，脸色越来越难看。我继续说道，但是你们的做法是把夫妻共同财产据为己有，同时把应该共同承担的费用全部推给我，这在法律上是完全站不住脚的。王慧芳这时候开始慌了。那个，萌萌，礼金的事情我们可以重新商量。我摇头，晚了，我已经看清了你们的本性。张浩也急了，萌萌，我们是夫妻，有什么事情不能商量解决吗？我看着他，夫妻？你妈刚才说我是外人，你听到了吗？张浩被我问得哑口无言。我从包里拿出手机，我已经录下了今天晚上的所有对话，包括你妈说礼金跟我没关系，说我是外人的话。王慧芳听了，脸色惨白。你录音了？我点头。作为律师，我有保护自己权益的习惯。如果我们要打官司的话，这些录音都可以作为证据。我平静地说。张浩彻底慌了。萌萌，你别这样，我们好好谈谈，不要闹到法庭上。我摇头，没什么好谈的。
我意已决。王慧芳这时候完全软了下来。萌萌，是我不对，我向你道歉。礼金的事情我们可以重新商量，你想要多少我们都可以给你。我看着他，现在道歉有用吗？如果我今天不是律师，如果我今天真的是个好欺负的小会计，你们会道歉吗？王慧芳被我问得无话可说，因为她心里清楚答案。我继续说道，你们的算计从一开始就很清楚，找个老实的女孩，骗她结婚，然后让她承担所有费用，你们净赚礼金。张浩想要否认，不是的，我是真心喜欢你的。我打断他，如果是真心，你为什么不告诉你妈？礼金应该我们夫妻共同使用。如果是真心，你为什么要让我一个人承担所有费用？张浩被我问得哑口无言，额头上开始冒汗。我站起身来，这段婚姻就到这里结束吧。王慧芳急了，一把拉住我的手，萌萌，你不能说走就走，我们还是一家人啊。我冷笑着甩开他的手，一家人？你刚才可不是这么说的。我拿起包，准备离开财务室。张浩想要阻拦我，萌萌，你冷静一点，不要做出让自己后悔的决定。我停下脚步，回头看着他，我不后悔，我很清醒，这样的婚姻我一刻也不想继续了。我走出财务室，王慧芳和张浩紧跟在后面。萌萌，你别走！张浩在后面急切地喊着。我没有回头，继续往酒店大堂走去。王慧芳追上来，拉住我的胳膊。萌萌，有话好好说，别动不动就提离婚。我用力甩开他的手。有什么好说的？你们的嘴脸我已经看得一清二楚了。酒店大堂里还有其他的客人，看到我们这副争吵的样子，都投来异样的目光。有人小声议论着，有人拿出手机偷偷拍照。王慧芳意识到这样在公共场所争吵很不体面，压低声音说，萌萌，我们回家说行吗？别在这里让人看笑话。我摇头，没必要回家，我已经决定了。张浩这时候也追了上来，他的西装已经有些凌乱，额头上满是汗珠。萌萌，你听我说，我妈刚才说的话真的不是她的本意。我看着他，不是本意？那什么是本意？说我是外人，说礼金跟我没关系，这些都不是本意。张浩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来，因为他知道母亲确实说过这些话。王慧芳这时候彻底慌了，她意识到，如果我真的要离婚，而且我还是个律师，那他们之前的算计不仅不会成功，还可能要承担严重的后果。萌萌，你要多少钱我都给你，求你别离婚行吗？王慧芳的声音都带着哭腔了。我看着他，你以为这是钱的问题吗？如果今天我真的是个普通的会计，真的没有能力反抗，你们还会这么说吗？我质问道。王慧芳被我问得无言以对，她低着头不敢看我的眼睛。我继续说道，你们的道歉，你们的挽留，都是因为害怕，而不是因为真心悔改。张浩急得满头大汗。萌萌，我们回去慢慢谈，这里人太多了。我摇头，不用谈了，明天我们就去民政局办离婚手续。听到离婚手续4个字，王慧芳的腿都软了，她一屁股坐在大堂的沙发上，脸色惨白如纸。完了，完了，她不停地喃喃自语，这下真的完了。张浩也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，如果我真的要离婚，而且还要追究法律责任，那他们不仅要归还礼金，还可能要承担其他的损失。萌萌，你给我一个机会好吗？张浩哀求道。我保证以后一定改，一定听你的。我看着他，机会？我刚才给过你机会了，在财务室的时候，我问你这样做公平吗？你是怎么回答的？
张浩想起自己刚才的话，脸涨得通红。他当时说的是你有工作有收入，这点钱应该没问题，完全没有考虑过公平不公平的问题。我继续说道，你说我们都是夫妻了，还计较什么公平不公平？可是你妈拿礼金的时候，为什么不说这句话？张浩被我问得哑口无言，额头上的汗珠越来越多。王慧芳这时候从沙发上站起来，她的脸上满是恐慌。萌萌，我把礼金都还给你，这样总行了吧？我摇头，晚了，我已经看清了你们的本性。如果不是因为我是律师，如果不是因为我有能力反抗，你们会主动还礼金吗？我质问道。王慧芳张了张嘴，却说不出话来，因为她知道我说的对。如果我真的是个好欺负的小会计，她绝对不会主动还礼金。看着这对慌张失措的母子，我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感觉。一方面是愤怒，愤怒他们的算计和贪婪；另一方面是失望，失望自己看错了人；更多的是解脱，解脱自己终于要摆脱这个可怕的家庭了。张浩，我们的婚姻就到此为止吧，我最后说道。张浩还想要挽留，但王慧芳拉住了他。他知道事情已经无法挽回了，再纠缠下去只会让情况变得更糟。我转身走出了酒店，夜风吹在脸上，感觉前所未有的轻松。虽然这段婚姻失败了，但我为自己的勇气和坚持感到骄傲。如果我今天妥协了，如果我真的付了那25万，那以后的日子只会更加痛苦。第二天上午，我就去找律师准备离婚的相关手续。下午的时候，张浩给我打电话，说想见面谈谈。我们在一家咖啡厅见面。张浩看起来很憔悴，眼睛红红的，显然一夜没睡好。萌萌，对不起。他一开口就道歉，声音有些哽咽。我静静地看着他，没有说话。张浩继续说，我真的不知道我妈会做出那种事情，我也没想到她会说你是外人。我摇头。张浩，问题不在于你知不知道，那是什么？他急切地问。我叹了口气，问题在于，当你妈说那些话的时候，你选择了沉默；当她要求我承担所有费用的时候，你选择了支持她。张浩被我说得哑口无言。我继续说，更重要的是，我发现我根本不了解你，我以为你是个诚实善良的人，结果你竟然能眼睁睁看着你妈算计我，还帮着她说话。张浩想要辩解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只是觉得大家都是一家人，没必要计较那么清楚。我苦笑道，一家人？你妈可从来没把我当一家人，她说得很清楚，我是外人。张浩沉默了，因为他无法否认母亲确实说过这些话。我从包里拿出一份文件放在桌上，这是离婚协议书，我要求返还属于我的那部分礼金，其他的我什么都不要。张浩看着离婚协议，眼中闪过痛苦的神色。萌萌，你真的不能给我一个机会吗？我摇摇头。张浩，我们真的不合适。这次的事情让我看清了很多东西，我们的价值观差距太大了。张浩还想说什么，但我已经站起身来。离婚协议你拿回去看看，如果没有异议的话，我们明天就去办手续。我说道。张浩点点头，显得很沮丧。第二天，我们如约来到了民政局，王慧芳也跟来了。她看起来苍老了很多，完全没有了昨天的嚣张气焰。萌萌，这是礼金，我一分不少的还给你。王慧芳把一个黑色的包递给我，声音很小。我打开包看了看，里面确实是32万现金，一分不少。谢谢，我简单的说了一句。王慧芳欲言又止，最后还是开口了。萌萌，对不起，
是我做错了。我看着他，心情很复杂。如果他一开始就能以诚待我，事情也不会发展到这一步。王阿姨，过去的事情就算了，我说道。办完离婚手续，我们3个人站在民政局门口。张浩看着我，萌萌，你以后有什么打算？我想了想，继续工作，继续生活。这次的事情教会了我很多，我会更加谨慎地选择伴侣。张浩点点头，希望你能找到真正适合你的人。我也点了点头，也希望你能从这次的事情中学到什么。分别的时候，我们没有再多说什么，各自离开了。30天的冷静期很快过去了，我们都没有改变主意，正式办理了离婚证。回到家，我看着那32万现金，心情很复杂。这些钱本来应该是我们新婚生活的起点，却成了我们分手的见证。但我不后悔自己的选择，在人生的关键时刻，勇敢地说不，有时候比忍气吞声更重要。几个月后，我听说张浩又开始相亲了。我不知道他有没有从这次的事情中学到教训，但那已经不关我的事了。至于王慧芳，听说他现在见到儿媳妇的候选人，都会主动提礼金归小两口共同所有的事情。看来他是真的被吓到了。我呢，重新开始了自己的生活。这次的经历让我更加珍惜真正的感情，也让我更加懂得保护自己。作为一名律师，我见过太多因为婚姻财产纠纷而闹得不可开交的案例。我知道在婚姻中，经济问题往往是最容易引发矛盾的导火索，但更重要的是，这些问题背后反映的是价值观的冲突和人格的差异。如果一个人真的爱你、尊重你，他不会让你在经济上受到不公平的待遇。如果一个家庭真的接纳你，他们不会把你当作外人来对待。我很庆幸自己有专业知识和能力来保护自己的权益，但更庆幸的是，我有勇气在关键时刻说不。不管是在感情中还是在生活中，我们都要有自己的底线。当有人试图踩踏你的底线时，勇敢地说不。这不是任性，这是自尊，这不是无理取闹，这是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